我幻想着我牽着父母的手，走向命運的齒輪，穿着聖潔的白色婚紗，頭頂着高貴的皇冠和頭紗，一步步走向我親愛的意中人面前。幻想着他給我彎腰，他单膝下跪向我求婚。8月9日，我的婚禮。這場婚禮還原了我夢中的模樣。我即將出嫁，坐在椅子上，聽着我姐妹團的八卦，笑了笑。大家好，開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給人間煙火點個訂閱。我將會分享更多優質的內容。我和李浩是相親認識的，加之父母是生意上的夥伴，我與他相處，他彰顯了自己的翩翩公子氣息。我想着，與其嫁給不愛的人，倒不如嫁個長得好看的男人。而李浩剛好撞到了我的想法上。他和我這些天的相處，雖說我不喜歡，但我還算滿意他的做派。於是，在雙方父母的詢問下，我們選擇了結婚。直到結婚前一晚，我才得知，李浩竟然有一個喜歡多年的人。那個女孩身患胃癌晚期。他們還沒有分手。我聽到這個消息時，起初只是懷疑，直到今天，我的姐妹團再度八卦且談論這件事情的時候，我才意識到不對勁，心中有一種感覺，這個婚怕是要結不了了。我穿上了白色的西式婚紗，戴着頭紗，等着我的新郎來接我。門開了，就在萬眾矚目之下，來的人不是李浩，而是他的助理。方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李總有點事情，恐怕你要稍等，還請你在這裡等着他。我想着他興許是處理公司的事情，點了點頭，手指敲打着桌面。不知道為何我內心一股莫名的情緒在心中慢慢延。門又被打開了，是我姐妹團中的一個人。先前我的姐妹团早已經遣散去做準備工作去了。小小見着我，有些奇怪：“方姐，你不是在後台等着的嗎？你怎麼在這裡？”我眉頭一挑：“已經準備了，要開始了嗎？”“是啊。”“李浩呢？”我壓下心中的不滿，冷靜問道。“他來了昂，正準備開始了。”我坐不住了，這關頭誰還坐得住啊？婚禮要開始了。我的婚禮，我竟然還不是主角。我提起裙擺便要出去，小小見狀，連忙幫我提着後面的裙擺。我用力推開門，卻發現李浩的妹妹在門口站着。看見她，我皺了皺眉頭。我不是很喜歡李倩，總感覺她很虛偽。聽見動靜，李倩回過頭來看着我，有些意外：“姐，你怎麼出來了？我哥不是讓你不要出來嗎？怎麼，我還不能出來嗎？”“當然不是，只是我哥說讓你在裡面等他，你還是進去吧。”說着便用手將我使勁往裡面拉。我用力將他手甩出去，看着被他握出紅痕的手腕，冷笑道：“我看你們這是心裡有鬼吧？老娘，我今天就是要出去，你想怎樣？”李倩有點啞口無言，總之就是不能去。她的嗓音突然提高，準備用力將我弄進那個房間。我也不是吃素的，將她狠狠推倒在地。她想拉住我的裙擺限制我，小小將她制止住：“姐，你先走吧，這人我本來就看不起他。”說着他便坐在了李倩的身上，將她制止。我感激地看了小小一眼，便前往前廳了。那個舉辦婚禮的地方，走得越近，就會聽見司儀的聲音，伴隨着夢中的婚禮的主題曲。我走到了前廳，富麗堂皇的前廳被燈光照得璀璨。我從正門走向客席，周圍的來賓見我出來一陣懵，上面的人確實沒有注意到我。今天有請我們的新郎李浩登場。司儀拿着話筒開始了今天的第一個流程。李浩果然來了。新郎有沒有想說的話？很感謝大家來我和新娘的婚禮。我和他在一起已經7年了，我們一起經歷過風風雨雨。今天在各位的見證下，
很榮幸我能夠娶到我真正愛的人。我在下面聽得有些嘲諷，7年，真正愛的人，這顯然說的不是我，那就是他那船的情妹妹。我不急着上去揭穿他，而是起身去了，偷偷去了後台，隱隱可見一身穿着白色婚紗的人。我的姐妹團們都嘰嘰喳喳的在和另一撥人吵什麼，什麼意思？今天可是我姐妹方媛媛的婚禮，你們這是幹什麼？各位搞錯了吧？今天可是李浩和徐青青的婚禮，什麼意思？這外面白紙黑字貼着呢。方媛媛和李浩這小子，大家不要吵了，是我的錯。要不是我病入膏肓，李哥哥也不會讓方姐姐延後舉行婚禮，提前為我舉行婚禮。這矯揉造作的聲音使我一陣雞皮疙瘩。你是誰？李浩那情妹妹。我走近嘲諷道：你就是方媛媛姐姐吧？對不起，李哥哥，為了在我死之前圓我的夢，擅自給我舉行這場婚禮。媛媛姐姐，你可千萬不要生氣呢。聽着我便看着那個什麼徐青青害羞一笑，我嗤笑，一看過去，這徐青青穿着的婚紗是我第一眼瞧見的。李浩說很美，但我們沒有選擇她。他說太幼稚，原來這很美說的是婚紗。呵，好樣的，你是哪根蔥啊？敢和我叫囂？我有些狂妄地說道：你這死女人，不要太過分了。按理說你還是小三呢，你插足他們2個人之間的感情。聽着徐青青身旁姐妹如此尖酸刻薄，我的姐妹團忍不住了，直接開罵。我看着這一場鬧劇有些好笑。李浩和我是相親認識的，我們相處中途，他從未告訴我你的存在。這次婚禮可是他雙手贊同的，你拿什麼和我比？徐青青她抵不過我手，被我隨便幾句就弄得眼眶紅紅的。方姐姐，別叫，我沒有媽，沒有給我生妹妹。方姐姐，李哥哥就在昨天已經和我領完證了。聽着他這重磅消息，我承認我有片刻呆滯，確實沒有想到。你說真的？確實。徐青青一臉肯定的模樣，讓我的心涼透了。完犢子了，差點就是知情當小三了。不過還要驗證一番。有證據嗎？你沒有證據就不要逼人。小白臉，某小白臉還什麼都不知道，假裝清純道。我內心有了想法，既然李浩想這麼做，我就陪他玩玩，看誰玩得死誰。剛好傳來司儀的呼喊聲，下面有請新娘登場。其中一個姐妹問我：媛媛怎麼辦？要不我們把她制止？你上。我看着那一群虎視眈眈的外來人，輕笑。既然李浩想和這女人結婚，未嘗不圓了他的願。既然徐青青小姐想和李浩結婚，那何不趕快去了？再說了，他們可領證了，我可不敢再去結着婚。所有人都被我這一出弄呆了。直到門被打開，徐青青掛起甜甜的笑容走了過去，她的小姐妹團趾高氣昂地從我們身邊走過。媛媛，你這是幹什麼？一姐妹一些不解地問着我。我搖了搖頭，對着他們小聲說道：方媛媛，我頭一次覺得你怎麼有心機。我沉默，這是誇人嗎？我一小姐妹誇讚道。燈光閃爍着，伴隨着隆重的音樂，徐青青出現在了眾人眼前。除了李浩，大家都為之一震。台上雙方父母相互看着對方，有些不知措施。而就在徐青青出現在上面時，他的父母從觀眾席上面走了上來，掙脫了小小的李倩，端着2把椅子給他們坐着，俨然一副主人家的模樣。所有人都被這一操作給整懵了。司儀有些不知道該怎麼開口。我的父親開口：媛媛呢？怎麼出現這女人了？岳父，是這樣的，我讓媛媛在房間裡面等着。我先和青青完婚之後，我再和媛媛結婚，這是人說的話嗎？果然，我的父親拍着椅子直接坐起來。
李浩，你什麼意思？岳父，青青命不久矣。這次結婚時圓了他的一個願望。我的父親回頭看了看徐青青的父母，端正地坐着，完全不知道害臊怎麼寫。李浩，你有種！說着便想抬手教訓李浩。父親不要動怒。我被少數姐妹團們簇擁進場，拿着話筒，有些漫不經心。既然李浩想和這位徐青青女士結婚，那便圓了他的願好了。我方圓圓可不要別人要過的東西。我步步走來，微笑地看着這對狗男女。我的父親一愣，接受到我的眼神後，牽起我母親的手，便想離席，卻被李浩給攔着了。我眉頭一皺，李浩卻滿是深情道：“圓圓，我要結婚的對象是你。”“對呀，親家母不要動怒，大家可都還看着呢。”我諷刺。“那你請這位徐青青女士以及她的父母下台，這場鬧劇就當一個小風波罷了。”很好的選擇。李浩他卻不按套路來，他一臉生氣看着我，有些怒意：“圓圓，你怎麼這麼不懂事？青青都要死了，臨死之前，我想名正言順地照顧伯父伯母，有錯嗎？”我一整個無語住。瞧瞧，這是人說的話嗎？那你就不必留了。今天這裡有我沒他，諸位抱歉啊，給大家看了這一場鬧劇，辛苦各位來這兒跑一趟了。他日我方家必當登門道歉。說着，我和父母便雙雙下台。台下方家的客人都陸續離開，都是生意人，他們自然懂得該說什麼。李浩有些惱怒，衝過來抓住我的手臂，狠狠地抓住。“方圓圓，你鬧什麼？大家都看着呢，這簡直荒唐極了。”“我鬧？李浩，麻煩你長雙眼睛看看是誰在鬧好嗎？”“我不管。方圓圓，你可是答應我要和我結婚的，今天這婚你必須給我結。”這把我給整笑了。我反手一個擒拿手將李浩放倒。幸好母親幼時怕我被人欺負，送我學了一點武術。李浩狼狽地趴在地上，有些不知所云。“方圓圓，你敢走？”來人！隨着他的話音落下，列坐在期間的一些保鏢瞬間起身，向着我的姐妹团、我的父母和我走來。李浩竟然還背着這一手。原本離席的賓客們突然之間發現門打不開了。李浩慢悠悠站起身來，拍了拍灰塵，邪魅笑道：“各位別着急走啊，今天還請各位見證一下我和徐青青和方圓圓女士的婚禮。”“呸！狗東西！李浩，你不是東西，連屏蔽器都開着。”許叔叔謬讚。所有人被迫被牽制着。一姐妹偷偷給我遞了一個眼神，我瞬間了然，事情辦妥了。我強忍住惡心，被保鏢牽制着站在李浩身旁。面前的司儀被這陣仗嚇了一大跳，他聲音有些顫抖着：“這位先生，無論貧窮富有，無論生老病死，你是否願意接受你這兩位妻子，全身心地愛着他們，保護他們，不離不棄？”“我願意。”說着，李浩自以為深情地看着徐青青，而那兩位的父母都滿意地點了點頭。我有點犯惡心，特別是他深情地看着我的時候，這種感覺更為強烈。真想不出來，我當初演示有多瞎，才會覺得這個狗東西溫文爾雅，很有氣度。大概是他太會裝了吧。面對着周圍的謾罵聲，他們一行人毫不理會。徐青青女士，無論貧窮富有，無論生老病死，你是否永遠愛着李浩先生，直到永遠，不離不棄？徐青青落淚了。沒有錯，這丫的她竟然落淚了。我願意。她自然也深情地看着李浩，眼中含情脈脈，不加掩飾的深情。方圓圓女士，無論貧窮富有，我不願意。李浩他這是犯了非法囚禁他人，他還想犯重婚罪。觀眾席上更是一片譁然。圓圓，你這是說什麼呢？呵，
李浩，你和這位徐青青女士都已經領證了，你還在這裡裝什麼裝？裝白菜燉蘿蔔嗎？告訴你，今天你要是敢出這個門，你就要慘。哦，對了，你不出這個門，你也要完。呵，法盲懂點法吧，並不是結婚了就在法律上有了說話權。你是9年義務教育的漏網之魚吧，李浩？真想不到你是個人面獸心的東西，當初是我看錯眼了。我一頓輸出，對得他啞口無言。啪！李浩忍不住將我扇了一耳光，白皙的皮膚上顯得那巴掌如此刺眼，感受着臉頰隱隱作痛。這貨倒還真下得去手啊！不過也證實了他就是個小人，我早心中默數着。李浩突然一把抓住我的下巴，有些惡狠狠道：“我告訴你，方圓圓，你生是我李家的人，死是我李家的鬼。你碰！”堅固的大門被撞開了，膽小的人為之一震，為首的小姐妹趾高氣昂地進來，後面跟着一中隊的警察。為首的警察氣質槓槓的，有些小帥。李浩有瞬間懵，而從頭到尾穩如泰山的那對父母雙方瞬間慌了。不是說很隱蔽，沒人發現嗎？我哪知道什麼情況？李浩這一行人成功被拿下，而在座的人拜李浩所賜，都得去警局做口供。一行人浩浩蕩蕩來到警局，其中我最為耀眼。這就是婚禮之日男友去小三的那個。噓，小聲點，謝謝吼，已經聽到了。原本是因為擔心李浩耍賴會令方家難堪，所以舉報李浩涉嫌重婚罪。但是真的想不到，這個傻子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玩囚禁，不是囚禁一個人，而是囚禁數百位圈子裡的上層名流。這李家是不想再成混了吧？好的，謝謝配合。此時我們會嚴密調查事情的真偽，還小姐一個清白的。那就謝謝各位了。接受完調查，我有些疲憊，踩着點高跟鞋，因為長時間的站立導致我的腳後跟磨損。因為這一件事情，我有些煩躁，有些惱怒地脫下高跟鞋提在手上，赤腳出警局。喂！我循聲往後望，一個轉頭，一雙平底鞋出現在我面前，吊牌都沒拆，應該是新的吧？也幸好是新的，不然這畫面太沒想都不敢想。我連忙後退，拿着這雙鞋的人正是當時那個警察。他將鞋遞給我，臉帶有笑意地靠近我。喲，小姑娘挺聰明的呀，識破渣男遇事找警察，看來9年義務教育確實有在認真落實哦。她的聲音也好聽，仔細看來身形也特別標準，這道三角，一雙狐狸眼，誰不愛呀？頭一回臉是真真實實的紅了，還行。遇到危險找警察叔叔，小學都教過。我大手一揮，看似豪邁的動作，配上我手裡拿着的2雙鞋，顯得如此滑稽。勉強這位警察同志搖了搖頭，奪過遞給我的平底鞋。哦嚯，什麼意思？讓我幫忙拿一下嗎？隨後半跪在地，將鞋放在我腳下，示意我穿上。我有些害羞地穿上鞋子，內心想到了數百個小說劇情，什麼他是我以前同學，他暗戀我，什麼他對我一見鍾情意，或者他上輩子拯救了銀河系，這才遇見了我。天哪，沒想到做歹毒女配的我也有成為女主角的時候。然而一切都是幻想。等到他抬起頭來，我脫口而出：這鞋多少錢？我微信轉你。不用了，這鞋免費彌補一下你遭如此大罪。他笑了笑，隨後轉身離開。我承認我被戳到了，這男人才是我的菜。1分鐘，我要他全部的信息。最後事情的處理很合我意，這對渣男賤女估計很長時間都看不見了。
第二天一大早，我母親便告訴我，李浩的父母和徐青青的父母已經在門口等候多時了，他們正跪在門口的。我有些無語，果然什麼樣的父母，什麼樣的子女。還好我是老方同志和老冉同志的女兒。我的父親呈現一種王者之範，坐在沙發上，低頭俯視這4個跳梁小丑。我默默對着父親豎起大拇指，呵，你們4人破壞我女兒的婚禮，妄想強買強賣，還想跪求我們的原諒，簡直臭不要臉！老方啊，不是我說你，我們都是老相識了。你不為了李浩，你為了方媛媛也得替我們考慮考慮吧。呵，我女兒關你們什麼事情？哎，老方，這你說的不對。方媛媛可本來可以是我們家的兒媳婦，我們可是差點成為親家的人啊。這時候打感情牌了。我的父親聽了，果然越聽越氣，一個不留神，手中的茶杯便飛到了李浩父親頭頂上。李浩父親頂着一頭水，有些氣憤，但一想到兒子，他不得不壓住內心的怒火。老方，滾！李叔叔，你莫不成也是9年義務教育的漏網之魚？你不知道你的兒子犯了什麼事情嗎？要我說，你也是幫兇呢。我見老爹有些氣急攻心，連忙來助攻，而下面4個人見我來了，眼神都是一亮，好像身處大漠的孤狼，在幾天幾夜中終於發現了一汪清泉一般，虎視眈眈。我下樓，坐在沙發上，神情有些懶散，眼神掃過他們每一個人，他們的野心和算計全都寫在了臉上。我有些諷刺，下面跪着的人當初是如此的面善，如今便是如此的冷血。媛媛啊，你可得救救李叔我呀！自從昨天開始，公司的股票就開始走下跌路。你想想，李叔之前怎麼對你的？你可得幫我呀！李浩的父親跪着往前，想抓住我的手，被我父親一腿攔住。我摸摸就想踢出去的腿收回來，盤腿而坐。李叔啊，這可都怪你罪有應得呀！你老怕不是記性不太好吧？昨天是誰冷眼旁觀？這都不記得了呀？我似笑非笑道：方小姐，我求求你救救李浩這小子吧，他人好，青青這病他都是瞻前顧後的，他是有心的，我們都看在眼裡。要不是因為青青命不久矣，我們也不會出此下策，他也不會鋌而走險。你就原諒他吧，救救李浩這小子。我保證，青青會和李浩這小子離婚，我們會走得遠遠的，不會再來麻煩你們了。方小姐，聽着徐青青母親的苦楚，我更是忍不住笑了。這年頭，真是什麼樣的人東西都能夠當人啊！第一，李浩和我沒什麼關係，他是死是活也與我無關，更別說你們李家。第二，這一切都是你們自作孽，不可活，還請不要認為是我方家的錯。第三，麻煩麻溜點滾，我們方家放不下你們這4尊大佛，不行，過會兒就是警察上門了。方媛媛，難道你真沒有心嗎？我撲哧一笑，有心啊，不過不是對你們。隨後我望着門口進來的人，淺淺一笑，這男人真是越看越帥，瞧瞧這正氣，正好壓壓我的晦氣。許旺接到電話，便帶着幾個人趕來。剛進門發現跪着的4個人，突然發現多此一舉，剛想離去，李榮增便猛地跳起，開始攻擊我。我本想等着許旺來救我，腳下意識地踹了過去，一個不小心力用大了，將李榮曾踢飛到了許溫的方向。許旺猛地一接，將他制止住。我牛啊，許旺，這就是你報警的原因，牛啊牛！李榮曾現在真的怒了，什麼人都敢罵，已經完全是失心瘋了。好啊，方媛媛，難怪你不願幫我們家，原來是有人小白臉，你這個不守婦道的賤女人！李榮曾嘴裡什麼髒話都罵，
我抓着一把瓜子，有些看好戏。对呀，這就是我新看上的小白臉，帥吧？甩你兒子100條街，就你兒子給他提鞋都不配。我勸你還是看清楚現實感覺，給我滾蛋吧！那就看着李榮曾越生氣我越爽，爽了就越想添油加醋。老方同志也沒閒着，見我怎麼起勁，也來瘋狂輸出。我呸！就你這9年義務教育的漏網之魚的兒子，我閨女要是看上了我，直接不幸放了我。謝謝，差點就看上了。這小子我見過，長得帥，人品好，100個你兒子都配不上，上頭了。只見許旺將這些人制止，有些無奈地看着我和我老爹，有股啞口無言的感覺。他嘆了口氣便走了。哎，閨女，這小子什麼時候來的？老爹，你記得你接受了9年義務教育啊，怎麼這點小事都不懂啊？遇到事情找警察哥哥好不好？切，我看你就是纏上那小子了。我吹了一個口哨，說不定這帥哥一看就是脫衣顯瘦的品種，我喜歡。門口剛出門的許旺聽見，一個不留神差點摔倒。這小子身手不行，還好，我喜歡。事情告了一段落，我已經很久沒有聽到過這2個人的消息了。聽說李家棟用了點關係將他兒子保釋了，而後因為當時婚禮的做法，李家股票下跌到了極點，已經到了無力回天的地步。而徐青青口中的命不久矣，只是他們一家為了拴住李家的借口。事情敗露之後，李家開始將火氣撒到他們一家身上。聽說李浩第3次又進牢了，好像是因為帶着徐青青去嫖娼。他也是想得開，不過還是得佩服徐青青這氣度，上輩子肯定是被李浩被養大的，不然這氣度他還真想不出誰會有。不過那又有什麼事情呢？反正不關我的事情。自從這件事告一段落，老冉同志還沒有教訓，一直給我介紹對象，甚至手都伸向我表弟的朋友身上了。服了，老冉同志慎重啊！不過這次的相親對象我很是滿意。許旺，30歲，警察，無戀愛經歷。喲，許隊長怎麼來了？我摘下墨鏡，看着一臉笑意地看着某人。許旺無奈，方小姐請正經一點。我是來相親的，不是來說相聲的。我一臉正經，比了一個拉拉鏈的手勢，放在嘴上，秒變嚴肅。你好，我叫方圓圓，25歲，目前開了一家咖啡店，有過一段差點被騙的婚姻。幸好小方同志，我積極配合警方行動，穩住嫌疑人，最後成功自救。而後遇到我的相親對象。正常點，許旺忍了忍，沒忍住笑意。我正常了呀，我回笑，還好吧。雖然過程有些曲折，差點遇到老六欺騙，但因為我機智勇敢，成功獲得了一份真摯的愛情。許旺同志，你好，歡迎你遇見我。方圓圓，天外。徐青青家庭窮困，家庭不和，自有記憶開始，父母便永遠在吵架。他總是受氣的那一方。在他18歲那年雨夜，因為父母的爭吵，他在生日當天被趕出家門。那夜的雨不大，卻如同針劑一般刺入他的心臟。他混混地走在大街上，四處燈光彌漫，每一個地方都是歸處，只有他漫無目的地行走在大街上，沒有歸處，無人願意收留他。那夜他遇見了李浩。李浩碰巧和女友分手，徐青青不以為然，可一把傘打在他頭頂，讓他感受到了異樣的感覺。是李浩，小姐姐被淋雨感冒了呀。他笑得很燦爛。徐青青也知道他不是什麼善茬，甚至他不是一個良人，可他的心還是忍不住淪陷，因為一把傘，一句話，徹底成為了他的光。他開始設計和李浩偶遇，開始步步設計防線，等着他入套。
終於他成功了，成功走到了他的心裡面。他不滿足於這些表面，他想得到的不僅是他的心，還有他的人。在他得知李浩去相親了，並且和相親對象很曖昧的時候，他開始慌了。他走了最後一步險棋，以自己的性命賭李浩對他的愛能有多深。所幸他賭對了，李浩還愛着他，每日風雨兼程地來看他。他本以為可以留得住他，終於在得知他要結婚的時候，他徹底瘋狂了。他開始瘋狂運用自己在李浩心裡的同心情，設計與他共度一夜。在他的愧疚之下，他如願和他領了結婚證。終於他生是他的鬼，死是他的鬼，他永遠也甩不掉他。他知道自己這思維不對的時候，他沒有去醫治。為什麼要醫治？治好了他就會失去他的愛人。好不容易有過溫暖，他不想再失去了，他想永遠得到他。這場荒唐的鬧劇已經過了。在李浩知道之後，他沒有怪他，而且帶着他去嫖，讓他親眼看着他和別的女人翻雷覆雨。他沒有生氣，這又有什麼呢？只要他記得自己人是他的，他做什麼又有何妨呢？最後他死在了他最愛的道，他這身破碎的愛也瞬間被粉碎。李浩，我死也是你的鬼，你逃不掉的。雨滴落在大傘上，被一瞬間彈開，飛走的不僅是冰冷的玉珠，還是少女不歸路的開始，是一個缺愛、沒有家庭疼愛的少女最後一點妄想，一點救贖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麼想說的、想吐槽的，歡迎在下方評論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給人間煙火點個訂閱，我將會分享更多優質的故事內容。